咁近期嘅股市動盪啦，尤其是黑色星期一嘅暴跌呢，咁主要受到兩大因素影響啦。咁第一，日元嘅套利交易拆倉活動，咁日本嘅低息環境同美元之間嘅巨大息差，咁就導致咗日元對美元匯價就長期走低。咁近期更加係跌至到40年嘅低點，大約係去到162日元對1美元啦。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呢，唔少嘅投資者亦都參與咗呢個沽空日元嘅套息交易。咁市場對於日元嘅睇淡情緒啦，加上呢個龐大嘅淡倉累積呢，就成為咗市場一個潛在嘅風險。咁由於日本央行上週意外宣布加息啦，加上市場對於美國經濟前景嘅悲觀預期，同埋預期美國聯儲局呢有機會大幅減息，結果就觸發咗日元嘅大規模拆倉潮，繼而呢亦都引發咗日股同埋美股嘅強大沽壓。咁第二啦，美國經濟衰退嘅擔憂。7月份美國失業率呢就上升到去到4.3%，係自2021年10月以嚟最高水平，咁啊超過市場預期嘅4.1%。咁喺過去12個月嘅失業率呢，已經由低位回升超過0.5%，咁就觸發咗所謂嘅薩姆法則啦。咁而該法則呢，喺歷史上呢，確實準確預示咗呢經濟衰退嘅發生。不過，薩姆本人對於衰退迫在眉睫呢，就似乎唔太認同。比如佢認為呢，疫情爆發初期呢，勞動參與率急降，加上外來移民數字急升，都足以令到呢個失業率出現高估。因此呢，佢認為今次嘅失業率上升呢，可能係唔會直接導致經濟衰退嘅。再者啦，剛剛日前公布嘅美國上週首次領失業救濟人數跌幅呢，就大過預期。咁亦都舒緩咗市場對於經濟衰退嘅憂慮。不過，由於市場太過波動啦，亦都有人認為聯儲局應該選擇採取一個激進嘅降息措施。不過呢，美聯儲當前呢，其實面臨一個決策上嘅難題，就係呢點樣去平衡市場穩定啦、控制通脹同埋防止經濟衰退之間嘅關係。因為如果選擇激進嘅降息，可能會引發市場嘅恐慌，加劇股市下跌，同時可能會重燃市場對於通脹回升嘅擔憂。另外，大幅降息亦都可能加劇咗日元套利交易嘅平倉壓力，進一步影響股市。不過，如果唔降息嘅話呢，經濟衰退嘅風險可能會進一步加大。因此呢，聯儲局必須就喺穩定市場啦、控制通脹同埋應對潛在衰退之間呢，找到一個適當嘅平衡。個人認為聯儲局肯定會小心行事，因為佢嘅決策將對全球市場呢產生一個重大嘅影響。